在面对感情时，我们会遇到2种不一样的情况。第一是怕到时会遇到不合适的人，第二是年纪到了想赶快成家，然后做出的选择变得随便，甚至可以说是低要求。但是随便和一个人结婚或谈恋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如果你和荷兰籍人士在谈恋爱，或现在是远距离恋爱，并且有计划通过申请家庭团聚移居荷兰，那这支影片是要告诉你，当你因爱移居荷兰，却因爱受到伤害时，这时的你是否还可以继续留在荷兰呢？还是必须要马上打包行李回国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首先，我并没有要诅咒任何一段恋情或婚姻的意思，但有些事情你不可不知道，尤其是像我这些在荷兰无亲无故的外籍人士，就必须要多了解一些，多知道一些。在荷兰，无论你的伴侣是异性还是同性，已婚还是未婚，欧盟还是非欧盟，都可以透过申请伴侣签证移居荷兰。不过每个类型的伴侣签证都会有附加条件，而最普遍的附加条件就是持久和唯一关系，意思就是在你们的爱情里只有彼此，没有第三者。我不会告诉你和外国人谈恋爱就像电影中那么浪漫肆意，毕竟相爱容易相处难，住在一起之后才知道彼此到底合不合适。再加上中西文化的差异，导致有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，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被磨合。在我们的国际朋友圈里，就不难看见因文化差异而发生冲突，之后的结局大家可想而知。实际上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如果你是以伴侣签证移居荷兰，荷兰移民局可以从你们分居或分手的那一天起撤销你的伴侣签证。当然，实际的操作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。我们先来说说，在没有小孩的情况下，分开后是不是就要马上离开荷兰呢？如果这时的你已经在荷兰住满5年，同时也通过了荷兰融入社会考试，那你就有权申请继续住在荷兰，甚至还可以申请荷兰永久居留。但是如果你在荷兰还未住满5年，就结束了你与荷兰伴侣的关系，同时你又想继续留在荷兰，那么你就需要寻找其他留在荷兰的办法了，就像申请高级技术移民、学生签证、欧盟蓝卡、自己创业等等。而在有小孩的情况下，分开后是不是还是可以留在荷兰呢？其实如果你们俩已经有共同子女，而且还未成年，你留在荷兰的几率确实会比较高。只要你能证明你和你的荷兰未成年子女之间存在依赖关系，这种依赖关系被认为存在于你承担照顾小孩或教育小孩的责任上。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下，我不是在鼓励你用小孩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哦。孩子的到来是一份礼物，不是我们留在荷兰的筹码。如果你的伴侣不是荷兰籍，他的荷兰签证也是临时签证，像是留学签证，而你的伴侣居留证也和他的联系在一起，在你们的关系结束后，即使你在荷兰已经住满5年，你也无权申请继续留在荷兰哦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是申请者也是担保者，就是说你的伴侣是从国外移居到荷兰，但当你们的情况在荷兰发生了变化后，你必须在4周内通知荷兰移民局，然后移民局就会开始启动程序，撤销你另一半的许可证，确定他的合法居留权已经结束。谈恋爱就像荷兰的天气，阴晴不定，今天可能分手，明天有可能就堕入爱河了。如果你是以伴侣签证来到荷兰之后，在这里遇到另一个你认为更适合自己的另一半，这时的你想把原来的签证转换成新的伴侣居留卡，你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比如说，荷兰移民局会怀疑你新感情是否真实，
他们也会调查你新恋情开始的时间是否和旧的恋情有重叠。如果你在感情中出轨，这就违反了之前所说的附加条件，持久和唯一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原来的伴侣居留证就会被撤销，而且荷兰移民局会保留追溯效力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在你申请新的伴侣居留证时，就会很容易出现断档的情况。之后你要申请入籍或是荷兰永居的时候，时间就需要从零开始计算了。我个人认为爱情的出现并不难，难的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能够持久。在恋爱时所说的我养你一辈子这些鬼话，你都不要相信。相信这句话的人最后都饿死了。唯独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不惧与任何人分开，这也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标配。在这世界上最不能勉强的莫过于感情，但我发现人教人是教不会的，唯有事教人一次就够了。只有经历过吃亏、后悔、受伤，才会真正如梦初醒，看透人情世故。我也是这一类型的人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好像只有哭过、笑过、爱过、痛过，我才学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接受和接纳已经发生的一切。在这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会多了一份坦然和豁达。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点赞和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谢谢。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荷兰人的恋爱观，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